傲视群岳的黄山，数百年来，无数艺术家曾在此描绘画卷。中国唯一以山岳命名的画派——黄山画派再次诞生。东方独特的宇宙人生观深藏于水墨之中，人与自然的交融，一座审美的黄山。夕阳西下，落日余晖为黄山的散花雾镀上一层绚丽的色彩。一部珍贵的老影片即将在这里上映。银幕上放映的这部风光片，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拍摄者是当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孙明京。1937年，孙明京来到黄山，拍摄了黄山的第一部纪录片，这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黄山最早的纪录影片。70多年后的今天，在影片的拍摄地黄山，当游客们坐立在景区山石上，再次观赏到这些故去的人物依旧的风景时，十分好奇。黄山，一幅立体画卷，艺术家们的粉本蓝图。几千年的绘画史中，为何只有这里诞生了中国唯一的以山岳命名的画派——黄山画派？为何在黄山画派中涌现出众多各具艺术特质的大家？这是黄山作为艺术世界的另一种传奇。建江、梅青、石涛、黄宾虹等黄山画派的代表人物，以各自鲜明的艺术特点，造就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的风格，影响深远。黄山给予艺术家们无限的遐想和灵感，无论是绘画、摄影，还是电影。艺术家的唯一心愿，就是要将眼前美景记录下来，传递给远方。17世纪以前，几乎所有关于黄山的图画都是想象的产物，有着明显的仙山绘画色彩。探究原因，还是因为黄山僻处江南，山高无路，人迹罕至。这本《三才图会》是明朝时的一本百科式图录类书，其中的内容取材广泛，图文并茂，堪称明朝绘图类书的佼佼者。书中有一幅关于黄山的版画，在现存出版物中，它是较早描绘黄山形象的插图。画中没有出现人物，风景也是从想象的飞行器的角度鸟瞰观察。黄山一系列垂直的山峰，有的如竖立的古代兵器，有的如细细的钢针从云海中刺出。画家遵循传统，竭尽客观地描绘神秘仙山中的奇特峰峦。明代画家丁云的
天都小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的绘画作品之一。这幅400年前的画作，似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黄山。画作的最上端是黄山主峰之一的天都峰，也是画家心目中的天宫，其下是飞瀑流云，中间有3位闲坐的高人。临近人间之处，有巨大的水流与树木。画中3人仰看天都。如果不是题跋中的文字，这些景观也可以被认为是在描绘遥远的蓬莱仙岛。黄山作为仙山的形象，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在摄影术产生以后，黄山又成为许多摄影作品中的仙境象征。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具有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大师，同时，他还是中国画家中较早把摄影作为写生辅助手段的艺术家之一。张大千一生4上黄山，拍摄了几百幅照片。1931年，张大千在黄山拍摄的一幅名为《蓬莱三岛》的照片，获得当年在比利时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摄影金质奖。这幅云蒸霞蔚、仿佛山海之间的作品，征服了西方评委。很多人以为照片表现的就是中国神话中神仙居住的3座岛屿方丈、瀛洲和蓬莱。没人想到，这样的仙境竟然出自神奇的中国黄山。这是一次面向世界的亮相，黄山胜景出现真容。除了自己投入摄影创作，一身道家装束的张大千也时常成为挚友郎静山、极锦山水中的主角。这些形象充溢着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精妙地表达了东方艺术的神韵。晚年客居台湾的摄影大师郎静山，被认为是最早一批用摄影表现黄山的艺术家。这个鳄鱼头金龟哦，你看这里还正好一点红的阳光照在上面，这地方像块玉一样的。吴广民是一位黄山摄影爱好者，至今他还保持着每年登山采风的习惯。虽然他不记得自己多少次登上黄山，但是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却发生在20年前。1993年10月，他陪同101岁的郎静山老人再上黄山。非常激动，一上去以后就跟小孩子一样的，手舞足蹈，很高兴。很多地方要抬轿子，他不要那么抬，我自己走。他一看到飞来师，他非常激动，他背着2台上去就爬上去了。他儿子叫他不要到那个位置，他一定要到那个位置，很险。到前面这个是个悬崖，这个前面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石栏杆，他硬走上去。他们用3个人就架起来，就像是上姐架，一个人一个面扶一个，硬让他拍了这张照片。拍下来以后，他莽住了。黄山是郎静山摄影试验的发源地。1933年，他在黄山玉屏楼用4英寸柯达反光箱拍摄出奇松迎客。这幅摄影作品曾3次入选国际沙龙。郎静山所创立的极简摄影，在摄影界独树一帜。所谓极简摄影，
就是将视觉记忆中的图像片段集合虚构，最终通过暗房技术显影成为一幅幅摄影新像。湖山揽胜是郎静山集锦摄影的代表作。远处仙境般的群山是黄山西海的山影，右边的树竹林木来自法国的巴比松森林，亭台来自韩国的首尔，后半部的湖景则是南京的玄武湖。和这幅作品一样，在郎静山的集锦摄影作品中，黄山代表了一种仙境符号，他时常借用黄山的影像，表达他心目中的仙山形象。在变幻莫测的云雾和山石相互映衬之下，黄山成为传说与现实的焦点。在这里，仙山意境和宗教氛围融为一体。佛教在黄山的影响源远流长，早在公元5世纪就传入黄山。唐朝至民国的1000余年来，黄山共建佛教寺宇庙庵近200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山成为佛教圣地。1651年，一位僧人长途跋涉，登上这座神奇的山峰，历经战乱、离别、逃亡。此时，他心如寒冰，但是却在这里找到避世的归宿。而此时的黄山，似乎也正在等待这样一个人，这样一颗心，将它变成最真实、最孤寂的心灵画卷。这位僧人，就是后来飞升中外的大画家建江。他的绘画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山水画卓然独秀的一座高峰。黄山脚下的歙县，是一个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隋唐以来，这里就是州治、府治所在地，史称徽州府。1610年，正是普门和尚开山打通登山石道的那一年，建江在歙县出生。他的人生在36岁时发生了巨大的逆转。1644年，清兵攻占北京，第2年春天，江南大乱，满腔热血的建江战斗在第一线上。随着战争失败，徽州失守，建江远赴福建，准备继续抗清复明。但仅仅在坚持了1年零3个月以后，福建地方政权崩溃，明王朝遂告灭亡。为了躲避清兵搜捕，建江藏身于武夷山深处的一个石洞，整整1年时间，他每天靠野菜生果充饥。随后，他在武夷山出家，削发为僧。此时的建江，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故乡，依偎于黄山怀抱。黄山对于建江来讲，是成就其艺术和慰藉心灵的地方，仿佛只有身处黄山的松涛云海之中，他才能忘却亡国之痛。4年后，41岁的建江回到黄山脚下的故乡歙县。
1651年回到故乡，直到1664年逝世。这13年里，建江每年都要从歙县的武明寺出发，数次攀登黄山。在与山相伴的日子里，他常常坐卧云山，远离人世。一个明月高悬的秋夜，他和侄子一起高坐在悬崖边，一个吹笛，一个唱歌，直至午夜时分。从建江现存的60幅黄山图册看出，他几乎描绘了黄山所有的险峰峻岭。耐人寻味的是，建江描绘的真实山景，往往会标注上山峰和瀑布的名字，很像一幅幅手绘的山水地图。300多年过去了，今天大多数景致变化不多，还历历在目。实际上，建江深入研究过10世纪北宋山水画、14世纪元代画家倪云林、黄公望的作品。北宋山水画的气势，元代画家含蓄而丰富的笔触，都给他极大启迪。建江最典型的绘画，往往构图稳定，时多数少，所有的山石都由大大小小的几何体组成。这些山水画给人以寒冷孤独之感，仿佛积雪，也如寒鸦，充分展现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如何将变化万千的自然山水糅合进自己隐秘的心境。一幅关于黄山始信峰的绘画，前景左侧有一块巨石横亘于前，右侧有一条隐秘的小径，山体中间偏上的位置有一座空空的凉亭。画面所表现的几乎是全封闭的空间。这种宁静封闭的山水意味着对人的抗拒。空空的凉亭表示一种隐逸心态。在建江这位前朝移民的心中，黄山早已不属于现实世界，而代表着宁静不变的故国山川。建江绘画开拓出中国晚近山水画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画派。新安画派以建江为中心，以徽州画家为主体，在明末清初的中国画坛孤峰突起，对后世影响深远。建江之后，黄山还在静静招手，黄山绘画才初显峥嵘。黄山的黎明时分，国际著名摄影家汪吾生拍摄黄山40年。此刻，他正在为即将在德国和乌克兰的摄影展做准备。一旦黄山的奇景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我的整个的灵魂就进入到我的取景框。
容不得我去思考任何其他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取景框里面翻腾着变化的都是我的内心的一种感觉，一种感情。2007年，在日本生活25年后，汪吾生将工作室迁到上海。这个是在那个狮子里，是吧？对呀，这不是上次我们在狮子里拍的吗？那天早上。但是那天雨好像不透理想啊。对。你这个暗房里面，你看能不能适当的给它。最近，汪吾生在忙碌着一项新的工作，将以前拍摄的黄山代表作在暗房里再一张张地冲洗一遍，将最理想的图片扫描在电脑里，制作成电子影像。和大部分黄山摄影家不同，汪吾生对黄山那些耳熟能详的景点似乎兴趣不大。他的照片从来不刻意标注山峰或瀑布的名字，黄山自然的美妙奇特被艺术家使用的黑白摄影给转化了。我创作了一种我自己独特的一种黑和白的对比，极为强烈的，但是在这强烈中间又有无限的层次。我要把山表现得特别刚，特别刚。而且想把云表现得特别柔，特别柔，特别洁白，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反差，一种对比。虽然借的是黄山的这个风光，但最终要表现的是我心中的一座山，我心中的黄山。这些黑漆漆的山峰，庄严静穆，令人想起中国古老而又神秘的水墨画。中国水墨画打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艺术家。2005年，汪吾生的作品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遗作一起，作为东方艺术的代表，出展联合国总部。西方摄影术和东方传统水墨所描绘的仙境一般的黄山，共同打动了远方的观众。黄山是东山魁夷多年来憧憬的山水。1978